欢迎收听大局讲故事。今天是弟弟陈启轩带女朋友刘曼妮见家长的日子。回想起昨夜爸妈的千叮咛万嘱咐，明天都穿得随意一点，不要露富，就说是普通人家，看看这女孩的品性。我把迈巴赫的车钥匙丢在桌上，跟家里的保姆阿姨借了一辆50宏光 Mini。酒店是我订的全市最豪华的酒店之一，人均10万起步。爸妈虽然说不要露富，但我觉得，毕竟人家女孩子也是第一次见家长，该有的体面和礼数一定要给足。我堵了好一会儿，车才开到酒店门口。在车内看到陈启轩和刘曼妮已经到了酒店门口，我向门口驶去。刚准备降下车窗跟他们打声招呼，就看见刘曼妮高傲地瞥了我一眼，歪嘴嗤笑：“大姐，你是第一天来干服务员吗？开着辆破车也敢往大堂门口来，你这让来这消费的客人看到了，会多难堪，拉低人家的档次。”我错愕地从车窗里盯着刘曼妮，她又朝我抽动着左脸冷笑。陈启轩不知道车内的人是我迅速低头跟陈启轩发了信息，要他们先进去包厢。刘曼妮双手抱胸，招呼着旁边的保安：“喂，保安大叔，你们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这消费吗？就他这种消费能力，你们敢接待？”保安也盯了我很久，看见要消费的客人对我颇有微词，只好也给我下了驱逐令。小姐，我们酒店的停车服务只提供给消费的客人。陈启轩催促刘曼妮道：“我们先进去吧。”刘曼妮得意地挽上陈启轩的手臂，恨不得整个人贴在他身上，声音娇柔又造作，似乎是在故意说给我听：“启轩，你就别瞒我了，你们家能带我来这吃饭，你绝对是个富二代来的。”陈启轩脸色尴尬，摇头否认，家里的产业都是出自我之手。陈启轩确实算不上富二代，只是我跟他年龄差了10岁，从小到大，他也就跟着爸妈吃了10来年的苦。看着他们进去后，我从车上下来，保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想问又不敢问，忙伸手接过我手里的钥匙，帮我泊车。我前脚刚踏进包厢，后脚我爸妈也出现在了门口。刘曼妮和陈启轩惊异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们3人身上，特别是陈启轩，嘴张得老大，被我爸一个眼神呵斥住，默默地咽了下口水。他惊讶也并无道理，我今天特意让公司的保洁阿姨去商场帮我买一套他日常所穿的运动装，看起来与酒店格格不入。而我爸妈出手就更狠了，一个穿着老头背心，踩着人字拖，另一个穿着超市10几年前发的促销 polo 衫，手里还拿着一把广告宣传扇，比10几年前在流水线做工时还要随意。刘曼妮刚刚还在入迷地看着菜单，这会突然从椅子上蹿起来，指着在门口的我们3人吼道：“你们谁呀？这种昂贵的酒店是你们能乱闯的吗？”刘曼妮的眼珠子亮了一下，步步逼近我，手指对到我脸前：“你不是那个把破车停到酒店门口的服务员吗？今天还真是你第一天上班，你就这么不懂规矩吗？”陈启轩拉住刘曼妮，连连后退，讪讪地对我和爸妈笑着：“爸妈，姐姐。”刘曼妮一阵惊呼，捂住嘴巴，不可置信：“你说什么？他们是你的家人？”陈启轩连忙握住刘曼妮指着我们的手指，眼神示意他要懂点礼貌。刘曼妮的表情可谓丰富：惊讶、怀疑、尴尬。“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冷冷地盯着刘曼妮，似有若无地对她笑着：“刘曼妮，你刚刚说什么呀？原来在酒店门口把我当成服务员臭骂一顿的人是你啊！”为了陈启轩的面子，我已经最大限度不把话说得难听了。“对不起，姐姐，
我不知道刚刚是你。我爸对他不满意，故意重重地哼了一声。我妈见气氛尴尬，挺身而出打圆场，招呼着大家入座。误会一场，误会一场。陈启轩和刘曼妮在桌底下拉着手指，刘曼妮像是在说着悄悄话，音量却一点都不小。到底是什么情况呀？这就是你爸妈和姐姐？你看他们的条件，像是能付得起这顿饭的样子吗？你把我带到这里，我还以为你们家至少在市里也排得进前10。陈启轩耐着性子，压低着声音安抚他：放心吧，曼妮，我们家就是重视你，才会安排这么隆重的宴席。既然带你来了，就肯定会请得起这顿饭。陈启轩与刘曼妮的十指紧扣，朝我笑着展示他们恩爱的样子。刘曼妮深吸了一口气，扒拉开陈启轩的手，眼珠子就快瞪出来了，恍然大悟。他蛮横地拖开椅子，放开嗓门嚷嚷道：你们该不会是一家子故意联合起来坑我吧？陈启轩，你是不是假扮富二代，想把我骗到你们家当媳妇？你爸妈和你姐一脸穷酸样，还把我带到这家酒店，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付钱吧？刘曼妮越说越激动，内心也越慌张。我和爸妈没有受到任何波动，平静地端起眼前的热茶，惬意地抿着。刘曼妮羞涩地咽了口唾沫，诈骗。她忙把自己面前的茶杯一手推开，我没喝，酒店也不是我订的，绝不能找我付钱。陈启轩拼命地拉住他，却碍于跟家里的承诺，绝不透露半分家底。他不知道怎么跟刘曼妮解释，眼睁睁地看着刘曼妮挣脱后，冲到了包厢门口，稳稳当当撞在一个人结实的胸口上。刘曼妮捂着脑袋破口大骂：滚开，别挡我道！抬头的那一瞬间，他浑身的怒火都被浇灭了，直直地站在原地。姐夫！陈启轩叫道。我老公赵雨成满脸疑惑地看着刘曼妮，又看了看在座上的我们，根本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刘曼妮呆呆地张开嘴：姐夫，你和他……刘曼妮眼神里满是质疑，纤细的手指在我和赵雨成身上反复指着。他打量的目光愣是在赵雨成身上上上下下扫了不止10遍后，才终于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穿着简约的男人是我的老公，陈启轩的姐夫。我不悦地啧了一声，这个赵雨成，昨晚我特意叮嘱他，今天来吃饭的时候要换身随意的衣服，我都给他准备好放在床上了，还是没换。现在的这一身虽然看不出牌子，可是却还是能让人看出很是精致，全是手工定制的。刘曼妮一改刚刚的泼辣模样，拉着赵雨成的手腕带他到座上。赵雨成想回避，却耐不住他的热情，他的嗓音也立刻变得甜美：姐夫，我就是启轩的女朋友，我叫刘曼妮，你也可以叫我曼妮。曼妮2个字，刘曼妮咬得极其重，看向赵雨成的眼神还有些许躲闪。赵雨成在我身旁坐下，随手就把车钥匙放在桌上。我压低着眉头对他使眼色，要他赶紧把保时捷的车钥匙收起来。赵雨成不解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跟他耍什么小把戏，一只大手薅上了我的脸。你怎么穿成？我狠狠给了他一记眼刀。他扭头看到眼睛发亮的刘曼妮后，终于恍然大悟，迅速地抽走桌上的车钥匙。可是这一抽，反倒让刘曼妮看得一清二楚。姐夫，原来你这么厉害呀，开的是保时捷吗？你在哪里上班呀？薪资肯定很高吧？赵雨成被这一连串的问题惹得脑袋发昏，他也分辨不出哪些该回应，哪些不该回应了，傻傻地开口：我在恒丰国际。刘曼妮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光芒，嘟着嘴唇，一脸崇拜。我经常路过那里，上次
我同学还指着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说是恒丰国际的总裁，现在看着好像就是你耶。赵雨成尴尬地笑笑，在桌底下攥住我的手背，轻轻摩挲着。他已经暴露，要我不生他的气。我心里暗暗想，算了，败露就败露了，反正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你有钱跟陈启轩也没什么关系，不影响我们家还是普通人家。陈启轩贴心的一直往刘曼妮的碗里夹菜，可是刘曼妮的心思已经全在赵雨成身上了，硬是跟赵雨成说了好多话，问了好多问题。在场所有人几乎都是空气一般，全程看着。刘曼妮抿笑着捂嘴：“姐夫，我会不会问太多，打扰到你了？”他的碗盛满了陈启轩家的菜，陈启轩没忍住提醒他：“好了，不要太好学了，赶快吃饭吧。”刘曼妮一边用手托着脸，一边心不在焉地戳着碗里的饭菜，盯着赵雨成的脸，突然来了一句：“启轩，你姐的命真好，嫁了这么有钱有能力的男人。”陈启轩的嘴就是个没把关的，其实我姐夫他。我是想说，赵雨成是在我的分公司做事，我一手开创的恒瑶公司，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在市里占据了龙头地位。后来继续发展，我开创了恒丰国际子公司，主要是针对一部分的海外市场。赵雨成是我亲手调过去的执行总裁。我的语气带着一丝愤怒，将筷子拍在桌上：“启轩，好好吃饭。”刘曼妮也跟着吓了一激灵，看着我的眼光并不是那么友善，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就是你姐看起来跟姐夫真不像一对。”我爸很生气，差点要站起来骂刘曼妮，被我妈按回去了。出门在外，别跟人家闹得这么难看。一个小姑娘说话不过脑子，别跟她计较。见我不恼不怒，刘曼妮自觉没趣的瘪瘪嘴。我的余光中瞥见她拿着手机，镜头对准了赵雨成，一点点地放大，清清楚楚地拍到了赵雨成桌上的钥匙，从聊天框中发了出去。我猜是发给她的好姐妹炫耀吧。这几乎是我这辈子吃的最索然无味的一顿饭。特别是我爸，从进包厢那一刻开始，脸上的肌肉就没放松过，一直铁青着。我戳戳赵雨成的手臂，示意他去结账。赵雨成心领神会。刘曼妮崇拜地看着赵雨成掏钱包刷卡，冷不丁来了一句：“还好有姐夫，不然就你们这种家庭，要请我吃顿好的都够呛。”我爸冷哼一声，迈开步子就要走。赵雨成开口说道：“爸妈，我送你们回去吧。”我爸瞥了一眼赵雨成手里的钥匙，内心很是不痛快：“我跟你妈坐地铁回去就行。”陈启轩殷勤地拿着刘曼妮的包包，拉住她的手腕说：“曼妮，那咱们也回学校吧。”刘曼妮厌恶地挣开了他，冷淡地瞪他一眼，嗲起声音看向赵雨成：“姐夫，你是要去公司吗？”赵雨成点头承认。刘曼妮兴奋地鼓掌，双手合十贴在双唇处：“姐夫，能不能送我回家呀？我家里跟你的公司在一个方向，很顺路呢。”傻小子陈启轩此时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还一头雾水道：“曼妮，你刚刚不是说学校还有作业吗？而且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家在哪里呀？你要是想回家也行，那就麻烦姐夫了。”赵雨成刚要答应，我就勾起刘曼妮的手臂：“我送你去吧。赵雨成下午还很忙呢，我也顺路，我送你。”我的态度很是强硬。刘曼妮还在讶异着，我就已经夺过陈启轩手里的包，塞到他的手上，一路将他往门口推，把他塞进了我 mini 车的副驾驶。“姐夫同意送我的。”刘曼妮的语气充满怒火。狭小的空间内，我挤到他身边，贴心地为他拉好了安全带。赵雨成朝我摆了摆手，打开自己的车门。
刘曼妮着急地想下车去追赵雨成的车，我一脚油门起步，刘曼妮的脸重重地撞在中控台上，前额瞬间一大片淤血。抱歉，车子太小了。刘曼妮气鼓鼓地盯着我，却又不好发作。没多久，刘曼妮手机的微信电话开始轰炸起来，她心烦意乱，连连啧了好几声，就是不接电话。我被吵得更烦，在等红灯的间隙，直接伸手点击了她屏幕的接听键。视频电话接通了，背景音里很是吵闹，都是一群年轻女孩张扬的笑声。曼妮，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开保时捷吗？还说让他送你回家，让我们见识见识啊！我看着刘曼妮将手机屏幕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脸，不敢露出半点内饰。我的内心一直憋着笑。刘曼妮支支吾吾：“哦，他把我送回家了呀，我现在没有在车上呢。他把我送回家后就先走了。”刘曼妮刻意假笑，可是在车上我又怎么可能听不见？我故意用力按了一下喇叭，清脆的喇叭声传到刘曼妮姐妹们的耳朵里。什么嘛？你现在不就是在车里吗？你男朋友还按喇叭了？快快快，别藏着掖着，快给我们看看！刘曼妮心一横，噼里啪啦说道：“好好好，实话跟你们说，我男朋友有事先走了，我是打的滴滴。”无奈刘曼妮只好将自己的脸退出屏幕，让朋友们看清了车内饰，想要他们相信是滴滴的说法。镜头不小心转到我这里来，我看见刘曼妮脸上挂着心虚，正想用信号不好的理由挂断电话，我大声地说了一句：“大家好啊，我是刘曼妮男朋友的姐姐，很高兴认识大家。”手机里又传来此起彼伏尖利的笑声。曼妮，你这么虚荣吗？男朋友家里是开50宏光的，你也敢蹭保时捷啊？太好笑了你！我要告诉班里的同学们。刘曼妮气得脸红，果断把电话挂断，狠狠瞪了我一眼。刚好车子停在停车线内等红灯，刘曼妮不顾车外的烈日，用力地把门甩上后走了。我心情大好，总归也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气。回到家里，看见爸妈的脸色还是阴沉不已，而陈启轩正梗着脖子跟爸妈闹。爸妈对刘曼妮的印象特别不好，我头一次见到我爸那么生气过。他重重地将茶杯摔到地上，呵斥命令陈启轩和刘曼妮分手。陈启轩倔强地昂着头，粗着脖子吼道：“我不可能跟曼妮分手，曼妮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都怪你们要装什么穷人，曼妮家里条件那么好，要她嫁进穷人家肯定也是一个大挑战。这应该是她对你们的考验，只要你们对她的态度好，她绝对会接受我们的。”陈启轩晃晃脑袋，感觉自己都被自己绕晕了。他恼怒地跺脚：“为什么要装什么狗屁穷人啊？大大方方地跟曼妮坦白不好吗？一开始就跟他坦白，哪里会有这么多破事？”爸比陈启轩矮上将近一个头，此刻却被他气得上手要去打他。你看看他对穷人是什么态度，那能是爱你的样子吗？这个家要不是有你姐佳宁，你觉得今天的刘曼妮会多看你一眼吗？你忘了咱们家以前也是穷过的吗？陈启轩胸口剧烈起伏，喘着粗气，看到了在门口的我，瞬间就跑来向我求助。他可怜巴巴：“姐，你帮我劝劝吧，他非要我和刘曼妮分手。姐，你相信我，我看人的眼光绝对不会错，曼妮她绝对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我看着陈启轩，看着他从头到脚穿的每一件名牌，都是用我的钱买来的。而今天在刘曼妮对着我和爸妈一阵阴阳怪气的羞辱中，他竟然能纵容刘曼妮一次次对我们的放肆，我很失望。我冷冷地开口道：“你可真是超绝钝感力。
既然你觉得刘曼妮跟你谈恋爱不是为了你的钱，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停了你的卡。我倒要看看刘曼妮还能在你身边多久。”陈启轩的眉毛一点点拧起，眼神绝望。“姐，连你也不相信我？”他一点点攥起拳头，下了很大的决心。“好，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我和曼妮是真爱。”刘曼妮真的没和陈启轩分手，两个人的感情反而愈发的甜蜜。陈启轩还把刘曼妮带到家里来，我爸气得直接回自己的卧室，主打一个眼不见心不烦。刘曼妮开心地在我家转悠，坐在沙发上扫视整栋房子。“这沙发可真柔软，你姐夫真能干。”他又一下站起来，走到我的酒柜上，捧起了2瓶价格不菲的红酒，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掏出手机来了2张自拍。我站在楼梯上俯视这一切，陈启轩看到我，慌张地去拿下刘曼妮手里的酒。“这些是我姐姐的，她宝贝得很，你别给她摔掉了。”刘曼妮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嗤了一声：“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仗着自己是恒丰国际总裁赵雨成的老婆吗？”这话咋听着有点别扭呢？什么时候刘曼妮作为一个小辈，能这么称呼赵雨成的名字了？我故意哐哐地发出声响，走下楼。刘曼妮的脸闪过一丝尴尬，拉着陈启轩就想往外走。“你姐夫呢？在公司吧？带我去他的公司见识见识呗。”他就是存心不想看到我，对其赵雨成倒是殷勤得很。可怜陈启轩这个傻小子，昨晚还理直气壮地跟我们讲述最近他和刘曼妮的感情有多好，殊不知人家看上的是姐夫能带给陈启轩的钱和地位。这段时间，由于恒丰集团下半年有一个艰巨的挑战，赵雨成很长一段时间中午都没回家吃饭。而他一向又吃不惯外面太重油重口的东西，我担心他因为忙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就让我妈做好饭准备给他送过去。我刚拿着饭盒出家门，就看见赵雨成把车停在车库里走出来了。他一脸疲惫，也没有和我多说什么话，就要去房间休息。我问赵雨成：“你吃饭了吗？”“妈做了饭，你要不要吃点？”以往的赵雨成在外吃饭，一般只会吃个7、8分饱，回家看到妈做了饭菜，那简直是两眼放光。这一次他却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左右为难：“佳宁，我中午吃得很饱，吃不下了。”我没多想，让他赶紧回房间休息了。只是我什么都没发现，一个被我从总公司调去分公司帮助赵雨成的助理周航，却帮我留意到了。那天，助理一脸犹豫：“卢总，最近赵总身边招了一个新的女秘书。”我听了倒也没什么别样的感觉，我没那么迂腐，做到连老公找个女秘书都不允许的程度。助理踌躇不前，支支吾吾：“他每天都给赵总带自己亲手做的便当。”亲手做的便当。听到这儿，我的眼皮突然突突地跳起来。尽管我不在意赵雨成找了个女秘书，可是最近赵雨成天天不着家吃饭，却吃着女秘书亲手做的便当，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亲密了？我的内心也升腾起一阵危机感，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那么慌乱。那个秘书是谁？刘曼妮。我的胸腔一团怒火正在燃烧，我等不及去质问赵雨成，而是立刻让助理调了赵雨成办公室的监控录像。我才知道，刘曼妮竟然做了赵雨成的贴身女秘书，甚至还在赵雨成的办公室里多设了一张办公桌，专属于刘曼妮的办公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是在办公，简直无稽之谈。刘曼妮每天都穿着黑色的深 V 制服，故意凸显她的事业线，
隔一小段时间就要拿着文件夹蹭到赵雨成的身边，嗲着声音问他工作上的问题，可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又等到一身疲惫回来的赵雨成。我看了监控录像，可以明确地肯定，赵雨成对刘曼妮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而刘曼妮是一个劲的要往赵雨成身上贴。可是赵雨成为什么要把他招进公司？我还是一定要讨个说法。我的声音在赵雨成身后冷冷响起：“刘曼妮去你那实习了。”我怎么不知道？赵雨成高大的身躯微微一震。曼妮说她想实习，觉得都是一家人，给个机会让她进去锻炼锻炼。我眼眸抬起，继续追问：那么多岗位不够她实习的吗？偏偏要做你的秘书，还要设一张办公桌在你办公室里。我还真是闻所未闻。赵雨成挠挠头，靠着我慢慢坐下。他说他什么也不懂，跟着我能关照关照我。想着一个假期也没多久，多放张桌子也就算了。我内心压抑许久的怒火突然爆发：你马上把他撤了，我不想看到他在公司。赵雨成一脸为难。我的电话声响，是助理周航催促我应该去机场了。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竟然气得把这件事都给忘了。没想到刚刚跟赵雨成说的那些话，都被陈启轩和一起回家的刘曼妮听到了。刘曼妮的话语犀利：你就那么看我不顺眼吗？你嫁给峰哥这种大老板，你就偷着乐吧。最近峰哥的工作那么忙，你帮不上也就算了，天天只会干扰他的正常工作。男人在外面干大事，你在家里掺和个什么劲？我没有多余的功夫和他们废话了，转身进房间收拾行李箱。出来的时候，只见陈启轩对我满脸失望：姐，你为啥就处处看刘曼妮不顺眼？她去公司实习一下也碍不着你什么。你要是再针对她，你能怎么样？陈启轩，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连威胁我的筹码都没有。我挖了他一眼，淡淡说道：让开。我在出差途中拼命说服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事。架不住赵雨成天天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谈合作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快解决。我终于有时间去接赵雨成的电话。他见电话终于被接通，语气里欣喜至极：佳宁，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我已经把刘曼妮遣走了。我没多说什么，只是让助理周航去跟人事部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总算内心轻快了许多，提前1个星期回了家。当晚赵雨成没有回来，听助理讲，他跟客户下半年最大的合作明天就开始进行了，在这之前肯定是很辛苦。我想或许是他在公司通宵准备了。结果隔天我在家里做好了午饭，就等着赵雨成凯旋，却接到了助理周航10万火急的电话。助理跟我讲，今天上午10点就是赵雨成跟客户约定好的见面时间，可是客户一直等到11点都不见赵雨成出现。员工们给赵雨成发信息打电话，全部都无人回复。助理只好把经理派过去，可是带去的合同却犯了重大的纰漏。客户大发雷霆，怒骂我们公司是在把他当猴耍，直接就终止了这场合作。公司上半年的努力，还有总公司注入的千万资金，全部功亏一篑。比起合作失败，我更担心的是赵雨成的安危。我在家里反复踱步，心揪到了嗓子眼。这时陈启轩也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2个黑眼圈出奇的严重。他哭诉道，自己去刘曼妮的宿舍楼下等了她一整个早上，都不见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的心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迅速地拉开好友列表，找到了刘曼妮的头像，
点进去他的朋友圈。早上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匆匆看了一眼，还有刘曼妮的动态。果然，刘曼妮在凌晨12点的时候准时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一张自己和一辆红色的保时捷的自拍照，配文是男朋友说保时捷也要情侣款的，底下还带了定位地址圣心酒店。刘曼妮的这条朋友圈特意屏蔽了陈启轩，却没屏蔽我，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疏忽。我带着傻愣愣的陈启轩一路冲到酒店，我倒要让他看看自己捧在手心上护着的女朋友给了他多大一个惊喜。圣心酒店还是我的产业，要我说刘曼妮可真会选，来我这挑窝睡我老公了。我赶到房间门口，用手里的房卡打开了房门，在陈启轩惊异的目光中冲进了房间，目睹了两个人一丝不挂地紧紧相拥在一起。你们，陈启轩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刘曼妮搂着赵雨成的脖子不肯撒手。我将床头的电话机直接扯下，狠狠地砸在赵雨成的脸上，他硬生生痛醒了，开口就是浓浓的酒气：“佳宁，你怎么来了？”赵雨成反应过来，连忙扯过被子盖上隐私部位。陈启轩挥起拳头，用力的一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我抓起赵雨成的头发，疼得他龇牙咧嘴。昨晚玩得太尽兴了，今天的生意都不谈了，对吧？赵雨成反应过来，撑着身子去看床头的手机，发出一声尖叫：“都下午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现在马上就去跟客户道歉。”我将他的头发往后一扯，对上他的双眸：“来不及了，客户已经宣布终止合作了。你自己想想，公司的损失和客户的违约金要怎么办？”这时，不知廉耻的刘曼妮扒拉开我的手，一脸心疼地将赵雨成拉回自己怀里：“你一个总裁怕他干什么？什么损失和违约金关他屁事？你的钱干嘛需要看他的脸色？”刘曼妮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反而是赵雨成反手恶狠狠地把他直接推下床，然后自己裹上了一条浴巾，直接跪在地上求我：“老婆，我错了，老婆。”我恶心的抬脚踹在他的脸上：“离婚吧！你捅下的篓子，要么补上损失，要么你就去坐牢。”赵雨成跪在我脚边苦苦哀求，刘曼妮还在他身边一直撺掇：“他想离婚，你就跟他离呀，给他一点钱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养他们一家吸血鬼了。”赵雨成粗壮的手掌狠狠抽了刘曼妮一巴掌，抽得刘曼妮的眼神涣散。“你说钱都是赵雨成的，那么楼下你的那辆刚提的保时捷也是赵雨成给你买的喽？”刘曼妮捂着脸大哭，看我故意挑衅，她还昂着头一脸得意。我浅浅扫视了一番，就看到刘曼妮的车钥匙就放在桌子上。我将它砸到地上，再用细细的高跟把它碾得稀碎。刘曼妮凄厉尖叫：“你干什么？这是我的车！”我拍拍手，身后的保镖蜂拥而上，给他裹条浴巾，拎到楼下。保镖们听从我的吩咐，随便找了条浴巾往刘曼妮身上一裹，就把她扛到了楼下停车场。那辆崭新的保时捷确实很耀眼。陈启轩颤抖着双唇：“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贪慕虚荣，你难道都是为了钱财接近我吗？”刘曼妮发出冷笑：“陈启轩，你看看赵雨成才比你大10岁，就有能力给我买车。靠你这种无能之辈，怕是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目标。”我事先查了，这辆车赵雨成还没有正式落刘曼妮的名字，还暂时记在自己的名下。我从角落里拎出来一个废弃的灭火器，对准艳丽光滑的车门一锤下去，把车门砸了个大坑。刘曼妮急得快哭出来：“这是我的车，我要报警，我要报警！”听了他的话，
我就更来劲了，勾唇一笑，抡起灭火器，又把挡风玻璃全砸得粉碎。崭新的保时捷就这样毁在我手中。刘曼妮声嘶力竭，心都快碎了。我蹲下，盯着嚎叫到快断气的他问：从始至终，你就没想我到底是谁？恒丰国际只不过是我恒瑶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而赵宇成是我调去恒丰国际的执行总裁。这样说，你能知道我是谁了吧？刘曼妮紧紧咬着下唇，不可置信：恒瑶集团是你的？你是全市的首富？我朝他眨了一下眼睛。我爸妈虽然要我们扮成普通人家，可是对你的重视程度也一分不减。第一次见面就用最高规格的宴席招待了你，换来的却是你的冷嘲热讽。我向一旁红着眼眶的陈启轩挑了一下眉，这下你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了吧？最后，懊悔不已的他只央求了我最后一件事：不要把这件事闹大，不要惊动学校，不要让他在学校丢尽脸面。我没答应，因为我肯定会这么做。我凭什么要对一个侮辱我和爸妈、伤害我弟弟、抢走我老公的拜金女手下留情呢？我很快就把事情的起因经过全部整理完，交给学校，举报刘曼妮同学的品行不端。我的公司一直有资助这所学校，就在今年，预计还要给学校投资2000万作为科研采购经费。校长王校长一看我的材料，怒不可遏，这个刘曼妮简直是破坏了学校的形象，砸坏了学校的招牌，必须开除。得到我满意的反馈后，我离开学校回到了公司。赵宇成一直在门口堵我。合作那件事，后来我亲自去找客户赔礼道歉，给客户做了折扣让步，才挽回了局面，没有让公司都赔在赵宇成的手里。如今我跟赵宇成提了离婚，他不肯答应。在人来人往的公司门口，赵宇成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双膝下跪，被我的助理周航扶住了。佳宁，不要离婚好不好？我保证我一定会改，我一定会离婚。你也可以不配合，我会找法院处理。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付出了我这么多的努力，你要我净身出户？凭什么？我绝对不会答应的。我轻笑了一声，赵宇成，你不答应有什么用？我有的是手段，能让你净身出户。刘曼妮被学校开除后，听说家里人就把她赶出家门，和她断绝亲子关系了。没有学籍又想赚钱的她，又把目光放到了多金的老板身上，被原配打上热搜是家常便饭。后来再见到她，她却瘦得像皮包骨一样，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跑到我和陈启轩上班的公司来，专门堵陈启轩。她一脸悔恨，低声下气：启轩，求求你救救我，我生病了，再不治我要死了。我和陈启轩一下就猜到他是染上了脏病，吓得连连后退。刘曼妮扑上来想要抓住陈启轩的手，陈启轩往后撤一步，伸脚把刘曼妮绊倒在地上。你救救我吧，看在我们曾经爱过的份上。陈启轩已经褪去当时的天真和稚嫩，冷峻的脸让刘曼妮感到陌生。爱过？我倒是爱过，您就不必说了。去找我前姐夫要钱去吧，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市场收垃圾，有时间帮你问问哈。陈启轩的手轻轻一抬，喊来了好几个保安，直接就把刘曼妮抬出去丢掉。我的眼神复杂，故意往陈启轩身上打量，逗他道：现在对你的曼妮心这么狠呀？陈启轩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我的肩膀，有点恼羞成怒：你的曼妮，你的曼妮。我俩在走廊捧腹大笑。陈启轩突然手往我面前一挥：收声，语气果决，赶快工作，干完回家和爸妈吃饭了。
从那之后，陈启轩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沉迷于恋爱脑的世界。他开始主动接触公司业务，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在恒瑶集团崭露头角。我看着弟弟的蜕变，心里满是欣慰。一天，陈启轩主动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市场调研报告，眼神里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姐，我这段时间深入研究了咱们公司的主要业务，针对目前市场的空缺，做了一份详细的项目策划，您看看。我接过报告，认真翻阅起来。陈启轩提出的方案不仅新颖，而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能够极大提升公司在新兴领域的竞争力。我惊喜地看向他，启轩，这份报告做得很棒。没想到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对公司业务理解得这么透彻。陈启轩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姐，之前是我太幼稚，让你和爸妈操心了。经历了刘曼妮的事情，我才明白，只有自己有能力，才能守护好身边的人。与此同时，赵雨成那边依旧不肯放弃挽回婚姻的念头。他频繁出现在我公司楼下、家门口，甚至试图通过爸妈来劝说我回心转意。然而，他的种种行为只是让我愈发坚定离婚的决心。一次，赵雨成在公司楼下拦住我，神情憔悴：“佳宁，我知道是我错了。这段时间，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为了证明我的决心，我主动辞去了恒丰国际执行总裁的职位，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看着他，心中没有一丝波澜。赵雨成，感情一旦破裂，就很难修复。你的错误不仅伤害了我，也伤害了这个家。我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咱们好聚好散吧。就在公司有条不紊地推进陈启轩提出的新项目时，一则消息打破了平静。刘曼妮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恒瑶集团即将启动一个重要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十分庞大。他认为这是一个捞一笔的好机会，于是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接近项目负责人。刘曼妮先是伪造了一份精美的简历，应聘项目助理。但在面试过程中，他对项目相关知识一窍不通，很快就被识破。一计不成，他又想通过结识项目团队的成员，套取项目信息，以此来威胁我们。陈启轩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姐，刘曼妮怎么阴魂不散？我绝对不会让她破坏咱们的项目。”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已经安排了安保人员和法务团队，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敢轻举妄动，我们绝对不会手软。”果然，刘曼妮贼心不死，趁着夜色潜入公司，试图窃取项目文件。然而，他刚进入公司，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安保人员逮个正着。在审讯过程中，刘曼妮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他因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逮捕。经过这件事，陈启轩更加成熟稳重，新项目顺利推进，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我在处理完与赵雨成的离婚事宜后，也逐渐走出了阴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司的发展和家庭的经营中。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和陈启轩陪着爸妈来到郊外的农场，看着爸妈脸上洋溢的笑容，我深知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我们这个家愈发坚韧，未来的日子也将充满希望。接下来，请收听第二个故事。爱人出轨后，我跳楼了。我的丈夫出轨之后，我跳楼了，从28楼一跃而下。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我闭上眼，我已经算好了，我们小区每层楼3米，28楼一共高81米，从我跃下到落地，大概有4秒的时间。几分钟前，我和楚恒的最后一次交谈不欢而散，我歇斯底里地吵过闹过，摇尾乞怜地恳求拜托过，
也恶狠狠地用这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和词汇诅咒过他。到最后一刻，我们2个人都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我红着眼眶坐在阳台上，腿部悬空，没什么力气地问他：“你真的要离婚是不是？”他冷静地看着我。我第一次用自杀来威胁他的时候，他还惊慌失措过。可现在他的脸上只剩下疲倦了。他问我：“你闹够了没有？”我静静地说：“你今天要是走了，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就走，门被很重地甩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砰一的一声，然后我听见等电梯的声音。我闹过很多场自杀，第一次是他首次和我提完离婚后的第3个月，那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那个小三的生日。我给他打了很多通电话都打不通，最后我给他发了一张安眠药瓶的照片，然后关机。他很快就风尘仆仆狼狈地赶回来了。推开门的时候，我坐在餐桌前，没开灯，满桌的佳肴，大捧的玫瑰花，2根晚宴蜡烛烛光寥寥。我在餐桌的另一头对他温柔地笑：“楚恒，3周年快乐。”他怒不可遏地骂我是不是疯了，又过来拎着我的胳膊将我拽到卫生间，狠狠地劲捅着我，然后拿着牙刷很粗暴地捅我的喉咙。我抱着洗脸盆干呕，他还在骂我：“要呢？你吃了多少片？”我狼狈不堪，但我还是哈哈笑出声来，嗓子嘶哑不已。我朝他笑说：“我骗你的，我没吃药。”顿了顿，我执着又固执地拉住他的衣袖，执拗地说：“3周年快乐，我给你买了礼物，要不要来看看礼物是什么？”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仿佛倦怠极了。他捏着自己的脚，问我：“我已经不爱你了，苏眠，我们互相放过不好吗？”哪有这么好的事？我们高中相识，大学相恋，恋爱长跑7年，到如今结婚3年，我所有的青春和爱意都在这一个人身上。现在他和我说要互相放过，凭什么互相放过？我就是要耗着他，我就是要他外面的那个女人，这辈子都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我温柔地望着他，轻柔地说着最狠的话。我说：“放过你，你想得美。”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那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给他打的电话发的短信全部石沉大海，找他的下属问话全部被滴水不漏地挡回来。我甚至去他的公司，但是前台小妹妹很为难地望着我，伸手拦住我说：“老板不在。”我当时挺想闯进去的，但我实在不想闹得太难看，所以我忍了又忍，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对前台笑了笑，说：“那等他来公司，你和我说一下。”前台小妹妹松一口气，明显一副谢天谢地的样子，眼里却有藏不住的怜悯。她忙不迭地点头，说：“好的，好的。”我假装自己看不见她办公室玻璃门后面的身影。当晚回去，我喝了1瓶白酒，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坐在阳台上望着天际线连绵的橘红暮霞落日，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3年的同桌，我成绩很好，只有数学有一点点的偏科。当时的班主任让他有时间就给我补课。关于高3，不知道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什么，但在我的心里，高3是闷热的夏季，教室头顶慢悠悠旋转的风扇，黑板上怎么都擦不干净的各科板书，以及楚恒指尖不停旋转的黑色水笔，还有朝热晚自习他微微俯身过来的淡淡吐息，骨节分明的手压在习题册上，声音压得很低，有种温柔的错觉。他低低地询问：“还有哪道题不会？”懵懂年纪青涩的悸动淹没在备考前不断刷题的日日月月中。说起来，我和楚恒是大一在一起的，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可能作为校友的亲切，他会经常照顾我。大一我加入了院速拓部，部门的部长经常会对我手脚有些不规矩。有次聚餐结束，大家赶下一场去清吧小酌，我当时有事想先回宿舍，部长起身说送我出去。走到西街小巷出口时，他突然将我逼到墙壁上，双手捏着我的肩膀，语无伦次地和我告白，并且强迫我一定要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一边说一边想强迫地吻上来，我一定很慌张，失声尖叫出来。下一秒部长就被人掀翻了，楚恒手上还搭着打篮球的外套，他打得很凶，一拳一拳不要命一样。我上去他喊他都无济于事，
最后我站在他身后，急得手足无措，不得不喊：楚恒，别打了，我快要哭了。他红着眼停下来，扭头看我，少年英俊且意气风发的眉眼带着没有收敛的奋力，看见我的那一刻，眼神立刻软了下来。他哄我别哭。他站起来走过来，用手里的外套笨手笨脚地给我擦脸上的眼泪，然后深深吸一口气再吐出来，像是在平稳自己的情绪。然后过了片刻，他睁开眼望向我，有些懊恼说：对不起，我暗恋你这么久都不敢动你，这小子竟然，是不是吓到你了？对不起。顿了顿，他低头看我，语气真挚，眉眼温柔，问：我本来不想吓到你，想等等再说的。苏棉，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往事历历在目，宛若昨日。曾经强装镇定问我这句话的少年变成我不认识的模样，他现在只会说我：你烦不烦？别吵我了行不行？别打电话给我，我不在公司，别来找我，求求你，我们好聚好散，你放过我行不行？眼泪一点一点地流出来，我将一整瓶白酒喝光，这是我的第2次自杀。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医院，乔伊陪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打点滴，看我醒过来，一边哭一边上来捶我的肩膀，问我为什么要做傻事。我刚洗过胃，整个人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嗓子也嘶哑得发不出声音来。我扫视了一眼病房，然后偏着头执拗地望着乔伊，无声地静静地用眼神询问他。他明白我的意思，一下子绷不住了，拉住我的手，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哄着劝我：绵绵，咱不强求了行吗？我给楚恒打电话了，他不来，你还不明白吗？算了吧，为了他不值当。我闭上眼，一道泪痕顺着眼角滑落。楚恒最讨厌别人威胁他。大3的时候，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3年，当时有个女生很喜欢他，但他一直冷冰冰的拒绝。后来那个女生找人告诉楚恒，他不去看他的话，他就割腕自杀。当时楚恒正陪着我看展，我至今仍记得他接到电话的表情。他冷冷一笑，说他要割腕就让他趁早割，不然今天去看他他不割，明天不去看他又割了，你当我做慈善的吗？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右手还拿着我的甜筒，因为是冬天，我很想吃甜筒，他既怕冰着我，又不忍心拒绝我不给我买，所以妥协买了一个甜筒，但有个条件，就是只肯拿着让我舔2口，后面就不再让我多吃1口了。很奇怪，残忍和温柔能同时毫不矛盾地出现在他身上。后来还是我不放心，拉着他去医院看那个女生，他当时站在病房的门口，微微蹙眉，眼神不耐烦，和那个女生说：我最后一次和你强调一下，我很爱我的女朋友，自杀威胁这套对我没用，你就是将自己割成生鱼片我也无所谓，不要道德绑架我，也不要道德绑架我身边的人。我怕我出现刺激到那个女生，所以在病房门口透过窗户，我看见那个女生躺在床上，听见这番话泪流不止。当时我还很疑惑，为什么会有女生因为一个男生不爱她就想去死呢？我不懂，我一直认为女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依附于任何人的爱意生活。为什么会有女生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自杀？无论何时，生命都是最重要的。做人最重要的是释怀和坦然。除了男人，身边还有很多你爱的和爱你的家人朋友，为这些爱自己的人着想，也不能视生命于儿戏。我告诉我自己，这辈子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可是刀不割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很多年后这个回旋镖打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才知道有多疼。我成了那个用自杀来威胁楚恒的女人，而他这么多年来对用自杀威胁他的人态度始终没变。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和楚恒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在他和我坦白他有小三之前，我没有一次怀疑过他。实在是太多年的感情，我那么相信他，我从来不查他的社交账号。他在外出差晚归应酬，我也从来没有查过他的行踪。甚至他第一次开口和我说他外面有人了，想离婚的时候，我还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生病，癌症晚期，公司破产，税务有问题被查，他犯了什么事？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一点点的去排除，然后才不得不相信他就是单纯的出轨了。
就是单纯的不爱我了。他就是单纯的想离开我了。我们互相表明好感后，他还追了我很久。正式告白前，明明已经笃定我会答应他了，但和我告白的时候，他的声音还微微发着颤。我很少看见他不安慌张的时候，但那个站在我面前，强装着镇定和我说喜欢我，问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的楚恒，不安得手心都是汗的楚恒，这时是我想象中爱情实体化后的最美好样子。我在他的告白里羞涩微笑点头的时候，他过来抱住我，激动得语无伦次，说太好了太好了，绵绵，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你知道吗？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等了我3年，终于修成正果。那时候大家都是学生，他高兴地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请我整个寝室去吃饭。饭桌上他将手搭在我的倚靠背后，偏头专注地望着我，一直在笑。最后郑重地拜托我的舍友多看顾看顾我，因为我迷迷糊糊的，他不在我自编的话会担心我。我舍友们嘻嘻哈哈地答应，然后一起起哄，眼里都是满满的艳羡和祝福。很多人说我们是天作之合，是良缘绝配。我们一起走了这么多年，现在他和我说他爱上别人，要和我离婚，我如何释怀，如何坦然？用生命去威胁一个不爱你的人，只会让对方厌烦和厌弃。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是痛苦。我日日夜夜的睡不着觉，我在想是为了什么？我相貌学识并不差，身材也没在碎墓地洗礼中走样，公司依旧有人对我保持着好感。我开始精神倦怠，时不时无知觉的流泪。我和楚恒心平气和地谈过一次话，我记得我当时坐在餐桌上，努力维持自己最体面的状态。我给自己做过无数日夜的心理建设，才能说出这句话。我说，我不怪你，楚恒，我原谅你。他只是很冷静地看着我，说，你还不懂吗，绵绵，我不需要你原谅，我爱上别人了，我想负责。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想离婚娶她，你原不原谅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离婚吧。我尖叫一声，拿起手边的水果盘里的苹果就砸过去。我很少这样失态，我家教很严，从小就教导女孩子要温文尔雅，含蓄有礼，所以从小到大，我听见最多的问题就是别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温柔。可当一颗心被反反复复拿钝刀子割的时候，任何一个温柔有礼的女人都会变得歇斯底里，面目可憎起来。楚恒一定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疯狂，在他看来，我们的离婚对我没有任何损失。他很于尽利索地承认自己是婚姻的过错方，除了他自己创业的公司，所有的夫妻财产都给我，我们还没有孩子，在他看来，他对不起我。但他已经在夫妻财产这方面弥补我了，这是一笔巨额的财富，所以大家为什么不能好聚好散？我为什么要这样纠缠不清？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13年的时间太长，从高中到现在，他占据了我大半生的时光和岁月，我们的爱融入我的每一寸骨血，像一颗种子在血脉中盘踞生根。13年，什么样的种子都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无法坦然释怀，像所有人劝的那样潇洒放手，那是让我自己一点点地将我血脉中盘踞的这爱意的根须和枝叶清理。可它早已和我本人融为一体，分离之后我会死。我在漆黑的夜里闭着眼，蜷缩着身子，紧紧抱紧自己，我会痛死的。乔伊劝我松手，他说楚恒是追求情绪价值的人，这种人随心所欲。我和他在一起10几年，对楚恒这种人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他是个遵循内心欲望的人，他的多巴胺在我们的爱情中已经不再分泌。他腻了，但我放不了手。这场离婚的闹剧战线拉得如此长，长得我们身边的人都疲倦不堪。楚恒对我的耐心也终于告罄，我们两个像是互相撕咬的野兽，将曾经的美好撕得面目全非。连乔伊都感慨，你们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就像是深仇大恨的两个敌人，就像我们曾经没有同亲共枕，交颈而卧，没有那样深那样真的相互爱过一样，一点点都没有给曾经的美好留余地。可是现在我真的累了，恭喜楚恒，他终于如愿以偿吗？我听着外面电梯关上的声音，策划了我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我坐在阳台上自顾自地哼着歌，告别了昨日的爱情。也许当初不该用情，如今不会再有痴情。
命中的注定，何必错对要去算清？然后我闭上眼，微笑着一跃而下。我说了，我算好了时间，等楚恒走出电梯，我应该刚好摔在他面前。28楼的高空，我一定骨肉分离，血肉飞溅，死的会极其难看，这画面应该能让人终身难忘。坠下去前，我死死地执拗地盯着单元的门口，终于看见楚恒的身影。他瞠目结舌，惶恐地望着我，眼神恐惧。他下意识想过来接我，但怎么可能？我微含着一抹笑意，像我曾经一样温柔，直到我啪的一声坠落在他面前。我在剧痛中含笑，死死地睁着眼。我要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我，这辈子都要受良心的谴责，这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这辈子都不能心安理得的幸福。他毁我，我就要毁了他。我生前和楚恒闹掰，是因为我做了一件触犯他逆鳞的事，在那之前他一直对我维持着微妙的愧疚。大概是1个月前，我终于松口，我和楚恒说我同意离婚了，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见见那个女孩子。楚恒将她保护得很好，就像当年在学校保护我一样。从他开口说离婚到我们僵持的大半年里，我始终不知道小三是谁。我和楚恒说我同意离婚，但我要见一眼这个姑娘，我想知道我们13年的感情究竟输在哪里。后来楚恒一直怒不可遏，认为我是故意玩他，不可置信地问我，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他一直认为我是故意的，因为我在见过那个小三之后反悔了。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想解释了，不管他信不信，其实我真的想过放手的，也是真的想劝自己释怀的。我想给这段已经不体面、让人看尽笑话的婚姻画上句号。我想放过自己，也放过他。我想过成全他的，但见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反悔了。那是个和我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孩子，很活泼，也非常漂亮，抬眸垂睫，就有种小鹿惊怯的娇弱。只是看见我有些局促，一直反反复复的不安的道歉，我支开了楚恒，然后往后仰在椅靠上，对这个女生说，说服我，给你1个下午的时间，说服我同意和楚恒离婚。然后他事无巨细地和我科普了他和楚恒的恋爱细节。他是楚恒合作公司的一个运营职工，在2家公司合作聚餐的时候相识相遇，后来是一起玩密室逃脱。他因为害怕尖叫着一头撞进楚恒的怀里，后来整个游戏都不敢离开他。后来跟得烦了，老是一惊一乍，楚恒就很无奈地让他牵着自己的衣角到整局游戏结束。顺理成章，他为了表示不好意思请楚恒吃饭，吃饭时发现2个人有共同的爱好，2个人此后一起打了一局游戏。他游戏玩得不错，楚恒很欣赏他，然后就是很多他们相处的细节。他和我说他们在一起时的挣扎和不安，和我说楚恒有段时间对他的疏离和冷漠，和我说他们第1次牵手、接吻、上床时的幸福，又和我说他们确定关系后，在大雨倾盆的午后，楚恒躺在沙发上，他缩在他的怀里，楚恒将下巴枕在他的发顶，2个人一起开黑玩游戏，说了很多，最后他泪眼朦胧，楚楚可怜地和我说，姐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捂住嘴，跑到卫生间干呕了半天，然后我抬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眉眼温婉温润，脸色惨白，所以衬得眼珠越发的漆黑，无神凄惨绝望。我浑身都在发着抖，我从来没有这么恶心过。一阵阵的昏厥，脑子发懵，天旋地转的我几乎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身体。但就是这样不合时宜的时候，我想到我和楚恒结婚的时候，他和我求婚也是在一个暴雨滂沱的午后，来自西北太平洋洋面的台风席卷整个南方沿海城市，暴风大雨衬得室内越发的宁静静谧。他半躺在沙发上玩游戏，我躺在他怀里看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看到周芷若和张无忌大婚，正提心的时候，他往前靠在我的肩颈中，像是随意的漫不经心地问我，语气慵懒亲昵，别看别人结婚了，嫁给我好不好？我和他7年长跑的时候，身边一直有人问我，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楚恒怎么还没和你求婚啊？我从来没有拿这个去问过他，因为担心会给他压力。我希望他有一天希望我嫁给他是出于爱，而不是压力。大学毕业出来后，他开始创业，
有次喝醉，他无意中说过要给我最稳定的生活，一切没有步上正规前不敢和我求婚。谁能说那个时候他没有真心实意地爱过我呢？他创业最辛苦的时候，我一个人当过他公司的法务、财务、人事、前台、运营，还陪他出差，日夜颠倒连轴转地持续了1年多。等他稳定了，我才稍微清闲点。那个时候出去应酬都要穿高跟鞋，我就为了他才学会怎么穿高跟鞋、职业装。他每天晚上都心疼地抱着我，给我揉着脚腕，红着眼将头埋在我的颈间，说对不起我，让我辛苦了。谁能说那个时候他没有真心实意地爱过我呢？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情绪已经很内敛了，但在司仪主持宣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眼眶瞬间通红。过来给我戴戒指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手心都是汗。谁能说那个时候他不是真心实意地爱着我的呢？再远一点，大学时期每天早上的早饭，每次下雨接送我往返图书馆的路程，只一整个学期带我出国玩几天的五一，每次生日、纪念日、节假日的礼物和鲜花，打电话时秒接的一句我在怎么了，这些无数的点点滴滴汇聚成13年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谁能说这个时候的楚恒不是真心实意地爱着我的呢？可现在在旁的女孩子口里的那个楚恒，还是我认识的这个人吗？我恶心的想吐，一阵晕眩，头重脚轻，实在是太恶心了。最后我望着卫生间的镜子，哭着哭着就笑出来。我做了我的决定，我不会放手。他不该杀了我的楚恒，这样恶心人的一对男女，这叫我如何释怀，如何祝福？我这辈子都不会祝福。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名正言顺地在一起。愤怒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我让那个女孩说服我愿意离婚。她说服我的方式不该是和我说，在我和楚恒的婚姻存续期间，她和我的丈夫是如何偷情恩爱的。她让我觉得我像个跳梁小丑，她毁了我的楚恒，那个我心中爱我、专一的楚恒。她打破我心中对爱情、对婚姻的所有信任。我怎么能如她所愿？所以那天离开之后，我将他的所有信息调查得仔仔细细。我给他父母发了一段很平静的短信，告诉他的父母他介入别人的婚姻。我在他的公司外贴了他介入别人婚姻的说明 A3 纸。我给他社交账号关注的所有朋友发了他当小三的私信。楚恒已经不需要我去发了，从他和我提离婚开始，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出轨了。他一直是一个理性的人，道德方面的苛责和唾弃对他而言没有任何负担。他不介意别人知道他移情别恋、婚内出轨，他只在意我对那个女孩子的伤害。这些事做完的隔天，他愤怒地回来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没有大仇得报的酣畅淋漓，我只是很累，很累，从身心到精神都疲倦不堪。他望着我，眼神中都是失望，问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问我，你知不知道苏玉他现在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倾向？抑郁症倾向？他可能没发现，从他和我提离婚之后，我的床头柜就装满了药，摄取灵、代利辛、安眠药、褪黑素、止痛剂。我情绪低落、失眠、记忆力下降、兴趣减退、愉快感缺失、习惯性自杀倾向。我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含着眼泪问他，抑郁症严重吗？希望他严重点，割腕跳楼一了百了。他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整个脸偏过去。13年，我们有过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牵手是他手心的汗，第一次亲吻是我们的羞涩、局促和不安，还有第一次学校宾馆外的温柔。他清晨7点到处跑药房为我买避孕药。我们还有过情侣必做的100件事便利贴，完成一件盖一个戳，这些都是第一次。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能这么狠地打我一巴掌，以后他大概是要和另一个女人有另外无数个第一次了。打完我们都愣了，他怔怔了2秒，然后下意识地过来道歉，想要掀开我侧脸的头发查看我的伤势，语气极快，带着点着急，快让我看看，我是太着急了。我捂着脸后退一步，抖着唇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那样望着他，我不想哭的，实在不想，我哭的已经够多的了，哭的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了，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我想到我有一次去北方出差，大雨滂沱，当时半路遇见洪涝，
我被困在动车上28个小时，哭着给他打电话。他当时在电话那端暴怒地吼我都说了那边在下大暴雨，让你不要去，你非不听，现在是不是出事了？当时已经停电断水将近12个小时了，我给他打电话本想听他安慰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凶，我一下没忍住，又怕又委屈又急又难过，种种情绪交杂上来，我一下子哭出来。后来不知道多久后，我在动车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看到他穿着一身迷彩服扒在动车窗户外面泡在水里，因为过来的路都被堵住了，私人根本进不来，所以他当时找了一些朋友，用了一些手段混进消防救援队里才能过来的。他隔着一层车窗示意他来了，后来救援成功出去后，我趴在他怀里哭泣，和电话里的暴怒不一样，他用泡得发白的双手捧起我的脸，语气心疼，说快让我看看。他那时候还会眼神专注地望着我，然后轻轻吻在我的额间，语气怜惜，对不起，之前在电话里我太急了，才会凶你，然后叹口气，我只是太害怕了，绵绵，我只是太害怕你会离开我了。不知道楚恒自己现在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说过的这些话，他如今已经不会再因为我的任何事情害怕了。我跳楼、割腕还是酒精中毒，是重度抑郁还是绝望悲伤，这些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会在乎我的任何事情。他让我觉得陌生，我只想让以前那个楚恒回来，哪怕付出任何代价。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参加自己的葬礼，但我下葬的时候就在现场。之前我听说过，人死后脑电波会在这世上存活7天，或许7天之后我就会从这世上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消失。但现在我看到很多人，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印象中一直严肃不苟言笑，我一直觉得不够爱我的爸妈。我妈妈在我的遗像前哭到昏厥，乔伊搀扶着她，双眼也已经哭成了2个灯泡。当然也有人看热闹，我听见人群中有人小声的讨论，真可惜，这么年轻，怎么就想不开？哎，听说是丈夫出轨，所以一气之下轻生的。哎呦，世界上哪个男人不偷腥，偷就偷吧，现在他走了，他爸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多可怜。不管讨论说的是什么，最后所有人的目光还是会悄然地落在最前面跪在我遗像前的楚恒身上。他穿着黑色的西装，低着头，我蹲在他面前，非常近距离地看着他，他左右脸很对称的巴掌印是我爸爸打的。他现在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薄情寡义、联合小三妻子发妻的渣男，他在他的社交圈已经完全混不下去了。我的朋友将他和那个小三的照片和事情发到微博，数十万的人肉和咒骂，他和那个小三的脸已经完完全全的社死。你问我开心吗？老实说，是开心的。当我看见所有人站在我这边唾弃他，当我看见他颤抖着跪在我的尸体前，我看着他在深夜看着我的照片痛哭失眠，当我看着他现在跪在我的遗像前默默流泪，你问我开心吗？当然是开心的。若是此刻他能看见我，能听见我说的话，我真想问一问他，楚恒，看到我死在你面前，你后悔了吗？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你还会做出现在的这种选择吗？在为我哭泣失眠的日日夜夜，你有一刻想起过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吗？为什么我们之间会到如今这种我要用生命才能引起你关注、后悔、痛苦的程度？我的目的达到了，那么如今你和那个受万人唾弃的小三，你还会执意和他在一起吗？我多想问出来，可惜我已经死了，我问不出来，也不会知道答案了。葬礼结束之后，我跟着楚恒回去，他颓丧地靠在玄关的地上，单手捂着脸，就这样静静地一动不动。我默默地蹲在他身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见外面门铃的声音。我听见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按着门铃，楚恒一动不动。然后我听见那个女孩子啜泣的声音：楚恒，我知道你一定在，你应我一声好不好？求求你不要怕，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求求你理我好吗？我们一起走吧，换个城市生活。现在这件事闹的是很大，但网络是没有长久记忆的，1个月不，半个月，可能不要半个月他们就忘记这件事了。我们这么年轻，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求求你，楚恒，你开门。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说了很多，最后隔着一扇门哭泣，等了很久很久。楚恒站起来打开门，两个人仿佛是这世界上最悲情的被人硬生生拆散的鸳鸯。楚恒站在玄关门口，和蹲在地上的那个女孩四目相对，语气倦怠，带着不安。他像喃喃自语，又像问他，说：“真的可以从头再来吗？”那个女孩眼睛一亮，猛地站起来，哭着扎进楚恒的怀里，环着他的腰，用气音说：“会的，楚恒，我们一定会从头再来的。苏眠的自杀为什么要归咎在我们身上？你没有瞒着他，我们相爱，给了他大笔的离婚补偿，使他自己心里脆弱，想不开寻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楚恒双眼放空，喃喃地问：“是吗？是吗？是这样吗？所以这原来是我的错吗？”我站在一旁，那个女孩肯定的不断点头，强调自己的想法：“是的。”我一眨不眨地看着楚恒，良久的寂静后，他回抱住那个女孩，然后说：“好，我们从头再来。”我半坐在地上，不知该作何反应。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我同床共枕这么多年的人让人如此陌生。或许是我一直没有了解过他，爱情和信任令人一叶障目。他们在月光下紧紧相拥，仿佛披荆斩棘无数磨难好不容易在一起的爱人，就仿佛他们中间没有隔着我这条人命。我终于不可自抑地笑出来，笑自己的愚蠢。我用自己的命赌他们不得善终，可不得善终的是我自己。他们换个城市，换个环境，可以恩恩爱爱的从头再来。我为了所谓的不堪的爱情赔上一条命，除了我日渐年迈的父母、伤心欲绝的朋友，谁还会记得我？为什么没想开呢？为什么我要为了楚恒这样的男人从28楼一跃而下？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大大方方的利索的签了离婚协议，让这对狗男女永远滚出我的世界呢？我或许有重来的机会，有很好的朋友陪在身边，有爱我的父母，或许我还会遇见一位待我真心的丈夫。可是现在，我望着在我面前紧紧相拥的两个人，不可抑制地大声笑出来。可是现在我没有任何可能和机会了，他们会在新的城市有新的开始，我残存的最后的脑电波会慢慢消失，最后他们会在我腐烂的尸骨上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怎么能甘心啊？要是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多好！我后悔了，苍天啊，求你开眼吧！我的人生还有那么长，我还有那样多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失去很难，把人生中最重要的13年从生命中剜去，我知道很难。但要是活下去的话，我还会有几个13年，还能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快乐。虽然很难，但我知道，我一定会从失去中走出来。我会笑着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得失。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呀。我不甘地望着他们紧紧相拥的背影，身体一点一点地在消失，最终我会消失得毫无痕迹，精神消匿，豆体腐烂，尸骨焚化，尘归尘，土归土。是不是除了那点点微弱的不甘和愤怒，我从此会彻彻底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苍天，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楚恒，我的丈夫出轨之后，我准备跳楼了。我想从28楼一跃而下，我已经算好了。我们小区每层楼3米，28楼一共高81米，从我跃下到落地，大概有4秒的时间。睁开眼的时候，我正坐在窗台边，楚恒站在玄关，冷静漠然地看着我，语气带着倦怠。他问我，闹够了没有？你从这里跳下去，我也不会重新喜欢上你，苏眠。感觉是会变的。我曾经很爱你，但不是一直爱你。我说的那些承诺，是要在我爱你的时候兑现的。成年人，好聚好散，求你别弄得这么难堪。我看着他的脸，想到10年前，他在做题的间隙看着我咬着笔头，一脸愁容的脸，扑哧一声凑过来，声问还有哪题不会。所有的执着消散，我从窗台上走下来，一直走到安全宽敞的客厅中央，走到楚恒的面前，仰头看着他。他一定想不到我为什么轻轻笑出来。我静静含笑望着他，我说，你说的有道理，楚恒，确实没必要难堪，我答应你了，我们离婚协议我同意签字了。他有些愣愣地望着我，像是不明白我突然转变的态度。
眉梢微微挑起，神色隐隐戒备。我最后一次认真地望着他，他永远不会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我说，我不爱你了，楚恒，我放你走。我会有自己的未来，我会走出失去他的悲伤，我能重新经营我自己的生活，我会勇敢坚定地一个人去走以后的路，我会好好的，我坚信。欢迎收听大局讲故事。自从怀孕生子，我丈夫徐义康就变了个人。他对我不再温柔体贴，不再嘘寒问暖，而是整日耷拉着脸，一副我欠他几百万的表情。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养个孩子怎么这么费钱？你省着点，现在哪都要花钱。人家说一孕傻3年，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觉得他是因为我生了孩子，生活压力变大，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小家着急。现在想想，早在我孕晚期辞职之后，他就开始对我不耐烦起来。那时我还有些积蓄，能够自给自足，没能看清他的真面目。等我彻底开始找他要钱花后，才知道手心朝上有多难。后来婆婆提前过来我们这边伺候月子，因为地域差异、语言沟通不顺等原因，我和她相处的不太好。为此我闺蜜江婉劝我，让徐义康逼着她给我报了个2万的月子会所。至此，她对我的不满终于到达了顶峰。出了月子后，我带着女儿回家，徐义康开始了对我的制裁和惩罚。他天天念叨月子会所这2万块钱花的不值，让我以后不能再这么奢侈。月子会所不是咱们这种家庭去得起的，你不能什么都和别人攀比，将来花钱的地方还多，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想到我们还没买房子，我没有反驳。唯一让我感到开心的是我的女儿，她白白的、软软的，可爱的像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天使。可徐义康从不抱孩子，也不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条件的站在他妈那边。就算婆婆在我哺乳期里顿顿做辣椒炒肉，她都不以为然的说，这又怎么了？我们那边人都这么吃。在他们母子的折腾下，我的奶水越来越少，只能添奶粉。徐义康嫌奶粉贵，整天唠叨，嫌弃我没有奶，不争气。有一次，我在母婴店挑选奶粉，付款时发现钱不够，于是我给徐义康打电话，让他转账过来。他磨叽了半天，死也不肯把钱给我，非让我把店里的付款码截图给他。他这是信不过我，要自己直接付款。我现在还记得母婴店店员那吃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是从哪找到这样的奇葩，这样的人，你竟然还给他生孩子。我羞愤得无地自容，只能硬撑着等徐义康付款，然后飞也似的逃回了家。回家后，我和徐义康大吵了一架，可他却振振有词，你不挣钱，不知道现在世道多难，200-300一桶的奶粉完全没必要买，这些都是智商税，你好好喝我妈做的汤就好了，非要乱花钱，我这都是为了咱们家好，你有什么不满的？再说我又不是没给你买，只让你截图个付款码也不麻烦。从这天起，只要是我买东西，无论是3块钱的馒头还是5毛钱的香菜，他都让我截图付款码给他。我被徐义康的离谱行为气得天天哭，状态越来越差，奶水越来越少。离婚2个字终于浮上我的心头，可每当冒出这样的想法，一看到怀中可爱软萌的女儿，我又用力压下这疯狂的念头。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么可爱，我不能让她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本以为撑过这段日子，等我找到工作，日子就会变好，可我实在太天真了。就在大年30这一天，徐义康竟把我和女儿留在出租房里，带着他妈回老家过年了。临走前，还特意给我留下了丰富的年货，
半箱挂面和几袋速食馄饨。孩子还小，天气也冷，你们就在家舒舒服服的待着吧。是啊，大冷天的，别把你们冻坏了，这边多舒服，还有暖气呢。两个人完全是一副为了我好的口气。婆婆就算了，她关不关心我，我并不在乎，可我不能相信徐益康会这样对我。我们是自由恋爱，他曾经那样热烈的追求过我，曾经彻夜不眠的给我折过1000只纸鹤，曾经给我写过缠绵悱恻的情信。我强压下即将溢出的泪水，低声说：“我还要哺乳，你给我买些肉食和鸡蛋吧。”徐益康大大咧咧地说：“肉食买多了也放不住，坏了多可惜。这样，你想吃啥，自己点外卖吧。”外卖？过年期间哪这么容易叫外卖？更何况他明知道我没有钱。这就是我的枕边人，我要托付一生的对象，这就是我孩子的父亲，我曾经倾心爱慕的人。生一个孩子，你才知道这男人是人是鬼。我想起闺蜜说过的话，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我哭了很久，只感觉眼睛酸疼的睁不开，直到天色渐晚，万家灯火，我才慢慢走向窗边，打开了房间里的大灯。我的女儿一见灯亮了，对我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原来她早就醒了，竟然一直在黑暗中默默地躺着，连声音都没出。是因为她的妈妈在哭泣，所以她不敢哭吗？想到这里，我胡乱地擦了擦泪水，把女儿用力地抱了起来。孩子，我一定会让你过好日子，我刘莹莹发誓，一定不会再过这样的日子。我静下来思索了片刻，终于给我爸妈打了个求助电话。我娘家并不远，距离这边就2个小时车程，但因为我是裸婚，我爸妈一直不太同意我和徐益康结婚，所以结婚后我很少联系他们。我想证明自己的眼光是对的，想着至少要活出个样子再见他们。可现在我不要那些无谓的自尊了，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妈，我能带着孩子回家过年吗？我低声说。我妈哽咽了片刻，什么都没问，只说：“好，好，我让你弟开车去接你们。”才过了1个多小时，我弟刘志伟就赶了过来。他眼圈微红地说：“你们就这么点行李啊？”我扫了扫这出租房，寒心地说：“这些年货就给他们母子留着吧。”说完，毫不留恋地带着孩子，跟着我弟一起离开了。再回到自己家，简直恍如隔世。我爸妈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热情地招呼我吃饭，还抢着抱我的孩子。尤其是我弟，一直说他好可爱哦，都不哭的，简直是天使小宝宝。吃完饭，我妈也不让我帮忙收拾，只说：“你好好歇歇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回到自己房间，发现屋子里所有东西都和之前一样，全部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原来这世界上真正爱我、惦记我的，只有我的父母亲人。我擦掉眼角的泪水，搂着女儿，难得睡了一个好觉。转天一早，我对家人说：“我知道自己很任性，可我没办法再骗自己，我要离婚。”我爸妈和我弟互相对视，都松了口气，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就对了。这种人还和他过什么呀？”我弟说：“姐，我都不敢劝你，生怕你还和去年一样恋爱脑。幸好你自己能想通，他竟然过年把你和宝宝单独留在家里，简直不是人。这兔崽子跑得倒快，不然我非去找他算账不可。等他回来，我一定要揍他一顿。就是简直狼心狗肺，不光是穷，还没良心。”他们七嘴八舌，义愤填膺地骂了起来，显然对徐益康恨之入骨。我哭笑不得，
内心一点点充盈起来，被徐义康伤透了的心慢慢恢复了温暖。过完年，徐义康和他妈终于从老家回来，等他们回到家才知道，我和宝宝根本不在家。你跑去哪了？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也太不靠谱了。徐义康在电话那头嚷嚷道。我冷笑，你装什么装？如果你真关心我和孩子，会把刚出生的女儿和哺乳期的妻子单独留在家里吗？你想过我们会过什么日子吗？徐义康理直气壮地说，你又不愿意和我回老家，我是为了你好，也省得你抱怨。他老家是个南方小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说家徒四壁都不为过。我以前去过一次，冻得直接发烧了。回家后我无意中提过2次，似乎是伤了他的颜面，所以这次他就干脆把我晾在一边，让我孤立无援。我一字一句道，我不愿意回，你就不能不回吗？回老家比你的妻子孩子还要重要吗？算了，能给我留下半箱挂面和素食馄饨的人，我和你有什么好说的？徐义康不耐烦地说，你别闹了，你就说你到底去哪了？是不是回娘家了？其实我走了，他和他妈还能不管我？看来这就是他的算计。我为了他和父母闹翻后，徐义康多次劝我回家求和，嘴上说的好听，实际还是想让我回家要钱。我之前肯定是瞎了，竟然觉得他是个有责任感、值得托付的人。我深吸了口气，决然道，我要和你离婚。反正你家也没给我彩礼，连房子都是租的，没什么可分割的。至于宝宝的抚养费，你1分钱都不能少。如果你不给，我就起诉你，以后你别想再来找他。徐义康难以置信地喘了几口粗气，暴躁地喊道，你疯了是不是？就为了这么点事，竟然提离婚？你天天不上班，让我养着你，我都没说什么，你竟然还要离婚？我冷笑，我是到了孕晚期，有先兆流产的危险才辞职的，现在还在哺乳期中，你好意思说我不上班吗？以前我一直自赚自花，才几个月没收入，你就露出这副嘴脸，你算是让我开眼了。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你还结什么婚？一辈子和你妈过吧。徐义康无言以对，只能狠狠地说，想离婚没门，我就不离。你没有工作，等拖个2年，孩子也得判给我，到时候你要给我抚养费。当初孩子生下来时，徐义康和我婆婆都嫌弃宝宝是个女孩，话里话外都说转年必须生个2胎。现在他为了恶心我，为了不给抚养费，竟然要和我抢宝宝。挂掉电话后，我气得浑身都在打颤，半天没缓上来。这时我妈的服装店开工了，我爸也去上班，家里只有我弟刘志伟刚大3，还在放寒假。我弟见我脸色惨白，连忙问我怎么了。我把和徐义康的对话简单复述了一遍。我弟气得穿上衣服就往外跑，我赶紧把他拉住，别冲动，如果你动手，没理的反而是咱们了。我弟双手紧紧攥拳，狠狠道，这个混蛋，我非弄死他。我说，我绝对不会便宜他，你放心。为了振作起来，也为了更好的保住我的宝宝，我和父母商量，出了正月就去找工作。我妈劝我别急，说养好身体最要紧，家里也不是养不起我和宝宝。可正是因为我从小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一点戒心也没有，才会被徐义康这个劣质凤凰男骗了。我急切的想要自强自立，再也不要被任何人嫌弃。不过要委屈宝宝了，等到他6个月后，就可以放到家门口的托幼园去。我妈不放心，说不行，孩子太小了，要不我把店关了，提前退休吧。
他的服装店开在社区附近，虽然挣得不很多，生意却很稳定，还能和很多邻居聊天打趣，关了很可惜。这不行，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在为自己的愚蠢买单，再不能拖我的父母下水。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弟自告奋勇地说，都别担心，我来看宝宝，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妈打了他一下，你个大小伙子，知道怎么带孩子吗？再说你不上学了。我弟说，我下学期课不多，没事的时候我在家照顾他，其余时间老妈搭把手。说完他冲我眨眨眼，我100%支持你，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你老弟。我愣住，感动得无以复加。虽然从小我和我弟相爱相杀，但我知道他关键时刻绝对是个靠得住的男人。我家离我弟的大学不远，他在时间上确实更自由。可这真的行吗？我爸也抱着胳膊沉吟片刻，家里就他一个吃闲饭的，试试也行。我弟过分了，可眼下我爸妈和我都别无他法，只能让他先试试。接下来我弟的表现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他每天起来给宝宝喂奶、抚触、哄睡一条龙，做得有模有样，宝宝也很喜欢找他。我妈私下跟我说，你弟这是随你爸了，其实你们俩小时候就是你爸照顾的更多。莫非这就是咱们刘家男人的传统？我不禁莞尔。接下来在姜婉的介绍下，我找到了一份服装品牌主理人助手的工作。因为和我之前上一份工作有很多交集，我很快融入公司。这一次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非常用心和努力，因为这是我重新站起来的重要起点。等我拿到第1个月的工资后，将钱分成了3份，一份给我爸妈当生活费，一份给我弟弟当劳务费，还有一份给宝宝存了起来。可我爸妈死活不要我的钱，说将来孩子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你快存起来吧，转账原路退回。我无奈之下只能暗下决心，将来一定好好孝敬我爸妈。我给我弟的钱也退了回来，但这次我特别坚持，又换成了现金塞给他。他最近每天都神魂颠倒的当奶舅，已经快从一个利落的帅哥变成了邋遢叔叔了。他的同学都在假期里逛街聚餐、看电影、打篮球，只有他在家日复一日的替我看孩子。见我坚持，我弟笑嘻嘻的一边抱着宝宝，一边推开我的手说，这小钱你收起来吧，将来有钱了别忘了给我买奔驰。这是他小时候说的一个笑话。那时我弟10岁，有一天他找妈妈要压岁钱，我妈问他做什么，他说要买奔驰。因为他没说玩具车3个字，我妈以为他要真的奔驰，只好笑着回答，那你再存10年也够呛能买得起。后来我弟就把这话当做一个梗，只要有零用钱就说存起来买奔驰。听他这么说，我不禁莞尔，笑着笑着我就哭了起来。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努力赚钱，让我的亲人和我一起过上好日子。最后我找时间请姜婉吃了一顿大餐，感谢他帮了我这么多。姜婉和我举杯庆祝，你脱离苦海，重新找到幸福生活。我眼睛酸酸地说，好在我还有你们。姜婉笑着抱住我说，大女主逆袭都是从离婚开始的，你啊，要走运了。说完我们笑成一团。就在一切都踏上正轨之际，徐益康带着他妈找了过来。这天我下班一到家，就看到徐益康和我婆婆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这2个人不请自来，还镇定自若。我婆婆更是想从我弟手里接过宝宝，我弟左躲右闪，一脸的不乐意。看我回来了，我弟赶紧说，我去哄孩子睡觉，你们说话小声点。
婆婆听后脸色一僵，徐义康眉毛一挑，想要说什么，又硬生生的忍下了。等我递进了里屋，我爸才咳了一声，沉声道：“你们不打声招呼就过来，有什么事吗？”我爸这人一向比较讲面子，很少当面说话这么直接，他心里肯定是恨透了徐义康。婆婆露出着急的表情，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我们都听不太懂。徐义康拉住他妈，放缓了声音道：“不瞒您说，我们是来接莹莹和孩子回家去的。他们娘俩这次回娘家的时间挺长的了，给您二老添麻烦了。”呵呵，我可真佩服他的脸皮，说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距离春节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宝宝都会翻身了，我也终于从一个身心俱疲的产后妇女，渐渐恢复成之前有朝气有活力的样子。这期间，徐义康1分钱也没出过，也从没问过宝宝一次。我早已对他彻底死心，抽空给他发过几次信息，约时间去民政局离婚，可他嘴上同意，实际上却推3阻4，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要加班。现在他找上门来，竟然敢说这些屁话。我冷笑：“我早就说了我要和你离婚，你不是也同意了吗？现在做什么？来我家演戏呢？”徐义康挤出一个笑容说：“莹莹，咱们吵个架，也不用上升到离婚的地步吧？现在双方父母都在这儿，我也表个态，咱俩结婚这么久，我1不抽2不赌，也没搞外遇，不就是过年没带你回老家吗？你至于这么闹？你说出去给亲朋好友听听，怎么也不成立啊？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不能这么任性，也得为孩子打算啊。”婆婆在一旁频频点头。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徐义康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却没想到他这么能避重就轻，颠倒黑白。这么说你不想离？我忍着气问道。徐义康表情认真：“当然不想了。之前我就是看你在气头上，不敢不同意，其实一直想着等你气消了就来接你们。莹莹，之前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一次吧。”其实我已经料到了，徐义康并不想和我离婚。我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差，还不要求他买房给彩礼。如果和我分开，他上哪再去找个和我一样傻的女人？更何况我现在找到了工作，娘家也给力，离婚后女儿大概率会判给我抚养，他还要出赡养费给我。当然他也可以赖掉赡养费，我也没工夫天天找他要那点钱。可是他既然有女儿了，甚至都大出血花了月子会所的钱，他就更不可能便宜我。现在我和娘家和解了，我父母家境殷实，徐义康说不定还希望他们会资助他买房呢。理论上讲，我对徐义康来说是有价值的。午夜梦回，我也在思考，既然我有价值，那他为什么之前要那样不珍惜我呢？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怎么想也想不通，而现在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发现只要用最小人、最直接的利益关系去揣度他，那真相自然清晰。因为徐义康娶我没花任何成本，所以他觉得我很廉价，可以随意对待。不仅如此，他还要拿捏我，压制我，让我心甘情愿地变成他的附属品和奴隶。这人真的很可笑，他的学历和工作虽然接轨现代社会，可他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里。徐义康今天来我家里，不就是仗着自己并没有明显的错处，所以才来求和吗？他觉得我父母会为了所谓的家庭完整，让我委曲求全吗？我还没开口，我妈就冷笑一声道：“我说，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吧？你大年30把莹莹和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你就没想过他们娘俩会出什么事吗？”徐义康笑得勉强，
这能出什么事？我妈严肃地说，刚出月子的产妇是很虚弱的，莹莹还有低血糖，如果她昏倒了，没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想当初我生莹莹和她弟弟的时候，她把天天炖各种营养品给我，每日精心照料。可你呢？给他们留了半箱挂面和几袋速食馄饨，简直是个人都办不出这样的事来。我爸说，你别拿他跟我比，他配合我比吗？要本事没本事，要钱没钱，就知道拿老婆孩子出气。我真看不上他，就他这个样子，你还敢带你妈来登我们家的门，真把自己当棵菜了。我爸妈一唱一和，骂得徐义康脸一阵青一阵红。徐义康站起来皱眉道，我之前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我承认，可我也不是故意的，是莹莹看不上我老家，总是挑三拣四，我才不带她回去的。这混蛋还想把锅推到我身上。我妈反问，那你就一定要回去吗？不回去你会死吗？你老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就不怕她受罪吗？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你就是个人渣。我爸说，别和他废话，不是什么人都听得懂人话。徐义康，我告诉你，我们不会把女儿再给你做贱的，离婚吧，莹莹不和你过了。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这段时间以来，我爸妈表面强颜欢笑，背地里肯定为我伤透了心。徐义康环顾四周，发现我父母和我都是一副鄙夷厌恶的表情，他攥紧拳头说，那孩子怎么办？总不能让他这么小就变成单亲家庭，缺失父母任何一方，都将是孩子一生的创伤。我爸指着徐义康的鼻子骂道，孩子不劳你操心，我们家自然会好好养。你这种人出现在孩子身边，才是他的耻辱呢。徐义康终于忍不下去了，一脸狂怒地说，你们才是狗眼看人低。他仇恨地望着我爸，吼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里跟我吆五喝六？你女儿娇气的要命，花钱大手大脚的，就知道享受，一点小事就动不动闹离婚。你们当父母的不仅不劝，还煽风点火，你们才是为老不尊。你们他妈的！他还没说完，我弟刘志伟像疾风一样从屋里跑了出来，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子。你他妈知道自己在哪吗？你到我们家欺负人来了，你找死是不是？我弟大吼道。徐义康比我弟矮了10公分，像个孙子一样被揪着，十分狼狈。婆婆在一旁见了，怕徐义康挨打，忙跑过来拉扯我弟，让他放手。我妈和我则拦住了我婆婆。我妈骂道，来我们家都敢撒野，以前指不定怎么欺负我闺女，我今天跟你拼了。说完就去薅我婆婆的头发。我在一旁拉偏架，专门挑婆婆的软肋攻击。不一会儿，我婆婆就在我妈的手下溃不成军，两边男女双打，一时间家里乱作一团。当然主要是我们家4口对徐义康家2口的单方面输出，最后还是我爸一声令下，把徐义康和他妈给踢了出去。这次后我和徐义康彻底闹翻了，再无复合的可能。我干脆不再询问他，直接在网上起诉离婚。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可事与愿违，法院调解的时候，徐义康再次刷新了无耻这2个字的下限。他在调解员面前装得非常老实可怜，含情脉脉地说自己不想离，说像爱生命一样爱我和女儿，说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家庭的完整和和谐，总之死活也不愿意离婚。我把他各种奇葩行为给调解员都讲了一遍，徐义康却解释为他就是太想存钱买房了，所以才会这么节俭，以后一定改正。
鉴于他没有特别实质的破坏家庭的表现，调解结果是婚姻未破裂，不予离婚。我要气疯了，却无能为力。离开法院之后，徐义康跟在我后面，拽住我的衣服说：“看到了吧，我不想离，我就能拖着你。孩子永远都是我们徐家的种，你愿意就自己养着他吧，反正将来他也得管我叫爸爸。”哈哈哈！我冷冷地甩开他，说：“你现在说的话我都录音了，下次调解时会拿出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赶快说出来吧。”徐义康脸色一僵，将信将疑的左右看了看，估计是心有顾忌，于是不再纠缠，转身走了。我深深吸了口气，看到路两旁有很多家律所，干脆找了个律师咨询。律师听我说完所有情况，说现在如果没有重婚，或者家暴，或是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情况，都不容易调解成功。我十分无语，我只想把自己昏了头时踩到的一坨屎甩掉，为什么做不到？律师说：“您确定婚姻破裂了吗？不能再挽回了吗？”我咬牙切齿地说：“破裂了，我死也不会回头。”律师说：“首选当然还是和对方协商，讲好条件，两个人都同意离婚是最好的情况。但如果对方坚持不同意，那么最差的情况就是分居2年，届时法院会判离。”得到律师的专业意见，我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经历了这么多，我学会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客观的对待。其实无论徐义康耍什么手段，我都不会在意了，因为这个婚我离定了。往日的种种委曲求全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不会再让自己陷入那种没尊严的境地。换个角度想，其实现在是我占据了主动权，孩子在健康成长，我也在渐渐成熟，我们一家人都团结有爱，就算是2年后离婚又怎么样？我只当是上天给我的考验。接下来的日子，老天爷仿佛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事业有如神助。正如姜婉当初说的，我大女主逆袭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姜婉是我的闺蜜，是我工作上的前辈，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在我工作进入正轨后，她提议我发展一下副业，比如我妈的服装店，也许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家里服装店本来是做中老年街坊的生意，很少弄网络上的东西。可这里位置不错，附近有所高中，离大学城也不远。我觉得姜婉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一到闲暇就去我妈的服装店帮忙选货，给她弄服装直播、朋友圈推销。也是多亏我现在的工作，能更精准地找到潮流的定位和更好的货源。被我这么热热闹闹的一搞，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激起阵阵涟漪。一次契机，我们附近中学的一位女老师来买衣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师很漂亮，后来才知道她是个小网红。于是她再次来光顾的时候，我给她免单了所有衣服，希望她能在网上给我们宣传宣传。这位网红老师很好说话，回去给我们特意做了个视频，介绍我们店里的衣服，结果反响非常好，一下子引来了很多周围学校的学生。服装店一夜之间就火了，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店。面对爆红，我和我妈都有些应接不暇，只得又请了2个人帮忙。就是这样，也经常忙不过来，服装店越发红火，营业额居高不下。时间一长，我干脆辞了职，专心回家打理服装店。我找了各种装修资料，给店面重新装潢，换成了简约高雅的风格，又把隔壁的店盘了下来，扩大了店面。姜婉看我做得这么好，跟我合计了一番，干脆入股在西城开了家分店。
这2家店的名字统一改为云溪潮流女装。接下来，我和江婉分工合作，我负责店铺的运营和货品的挑选，江婉负责海外代购，甚至还把生意扩展到了美妆。在我们齐心协力之下，云溪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火爆到让我妈目瞪口呆的程度。她看着我每月6位数的收益，感叹道：“真是不服老不行，这还得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啊！”我却不这么认为，店铺的成功除了运气之外，离不开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这一点没人比我更有体会。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我弟刘志伟，他也自有一番机遇。事情的起因是，有次刘志伟带着宝宝来店里找我吃晚饭，直播的时候，小助手把宝宝和刘志伟也拍了进去。当时评论区里的画风就变了。天哪，这是店主的老公和宝宝吗？真的又帅又年轻，宝宝也可爱，好有夫妻相啊！真是俊男美女，漂亮宝宝，奶爸带娃真的好萌啊！接下来人生赢家几个字刷屏。有些老客多少知道一些我家里的事情，在评论区回复道：“这是店主的弟弟，还是大学生哦。”我们店的客户主要都是20至40岁之间的小姐姐，她们大部分都很喜欢我弟这种小奶狗。听说是弟弟后，呼声更高了，甚至对衣服都不感兴趣了，都在问我弟的信息。我笑得不行，看来我弟还挺有魅力。回去我说给我弟听，我弟由于长期睡眠不好，挂着2个黑眼圈道：“你们好无聊。”虽然这是个小插曲，可我的小助手建议我，让我弟多出几次镜，可以吸引客户，偶尔有些男装也可以让他客串模特。我弟表示他没有兴趣，对他来说，什么时尚配色穿搭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上大学这么多年，都是穿我妈给他买的 T 恤、运动裤，顶多是多买2双篮球鞋。这还真是神女无心，襄王有梦。我弟不愿意抛头露面，可他在我店里的人气却越来越高。到后面，基本我每次直播都会有一大堆人刷屏。今天弟弟来不来啊？没有弟弟，姐姐没有心情买衣服，又让弟弟来试试，这个衣服我就秒拍了。我和小助理都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小助手出了个主意，干脆给我弟在各大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他负责偶尔拍一些他和宝宝的日常物料，剪辑成 vlog 发到网上，以供姐姐们遐想，还能带动我们店的生意。我弟这辈子也没想到，他会在另一个维度变成了母婴博主。等宝宝2岁半时，我弟已经轻车熟路了。每天他都会送宝宝去上托幼班，然后再去上学。有一天早上，我弟给宝宝洗漱完，领着他去家门口的幼儿园。刚走到小区大门口，他就看到江晚店里几个小助手在家门口拿着手机拍他。他微微皱眉，怎么一大早的又拍我？今天赶时间，可没时间摆 pose。我们几个笑而不语，分头行动。几个小助手继续直播，江晚把宝宝接了过去，我则领着我弟走到路边，让他把路边一辆车的罩子揭下来。我弟疑惑地看着我，你又搞什么？我说，哎呀，你打开就知道了，快点嘛，你不是赶时间吗？我弟无语，只能拉住布头，一下子揭开了车罩。当当当当，这是我送给你的。我开心地大声道。江晚和小助理们也笑着欢呼，是你的梦中情车哦。是的，我给我弟买了一辆真正的奔驰。我弟愣住了，傻呆呆地站在一边，连动都没动。直播间里爆炸了。真的假的？奔驰耶，还是1级的，这款要50-60万吧？我也要这样的姐姐。姐姐你还缺妹妹吗？我要求不高，
来一辆入门级的就行。我要是有这样的弟弟，我也给他买奔驰，这弟弟太给力了。大家沸腾了，尤其是我弟的傻样，更加让人感动。弟弟傻了，都不动了。哎，我都要看哭了。博主也是的，一大早这么煽情，人间自有真情在啊。我拍了拍我弟的脸，哎，你真的傻了？不是你一直闹着要买奔驰吗？你是叶公好龙吗？难道现在不喜欢了？要不是为了给他个惊喜，还是该提前问问他。我弟这才回过魂来，莹莹，你真的买了？我笑了笑，用力点点头。这2年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站起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现在就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我把车钥匙交给他，轻轻把他推上车，说：“去试试吧，以后不用担心上课迟到了。”我弟晕乎乎地上了车，你怎么买了这么大的车？这个好贵的。我笑着说：“好好练车，到时候带我们去旅游，咱们家人多，车不大坐不下呀。”我弟露出一个黑人问号脸，说：“那我岂不是司机？”我捂着嘴笑道：“你最好有这个自觉。”直播间里又是一番感动。弟弟好好啊，学习好，长得帅，会带娃，还有个有钱的姐姐。天哪，我要报名当弟弟的女朋友。楼上的别抢，我才是早就排队的，我是弟弟的铁粉。这是真的吗？总感觉这么不现实呢，真有这么好的感情吗？不管是不是真的，我是感动了，而且我相信就是有这样好的姐弟。我看哭了，决定了，今天回去不打我弟弟了。我们这次直播特别受欢迎，不仅带动了店里的粉丝数量和收益，还上了个热搜，就叫最感人的伏地魔。对这个词条我真的是大无语，虽然80%以上都是正面的消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我伏地魔贴娘家，只知道给弟弟花钱。对此我直言不讳，理直气壮，一点也不介意。我就是要伏地，我不仅要给我弟买车，还要给他备房。因为在我最落魄最无助的那个夜晚，是我弟弟披星戴月风驰电掣，从那个冰冷的出租屋里把我接了出来。他无私地接纳了我，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我站起来。如果没有我弟，就没有我和宝宝的今天。与此同时，我和徐益康终于要做一个了断，因为我们因感情破裂，分居已经满了2年。这2年间，徐益康来找过我几次，都被我严词拒绝。他也知道我不会回头，所以从不肯给宝宝花钱，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有买过。面对他这种人，我只能表示幸好早早地看透了他。最后一次，我起诉离婚，徐益康终于同意了。可是他还有附带条件，就是要分割我这2年来挣的钱。他不要脸地说：“你现在卖衣服当网红，这2年挣大钱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咱们还没离婚，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辞，他还从手机里调出我给我弟送车的视频，说他拿夫妻共同财产给他弟弟买车，简直是太过分了。这车我也要分一半，少说也要30万块钱。看来是我上热搜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贪婪。这个人就像阴沟里的老鼠，阴恻恻地窥视着我的生活。他为什么不想着自己努力工作，获取金钱和成功呢？我气笑了，说：“我们家的钱有1分是你挣的吗？你身为一个男人，说这话好意思吗？”说实话，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他，没想到他还能这么不要脸。徐益康脸色有些不自然，可还是言之凿凿地说：“你和我是夫妻，那么咱们挣的钱就要平分，我挣的钱也可以给你。”我说：“那好吧，你先把孩子这2年多的抚养费给我，咱们再提其他。这些年我给孩子的花销都整理成册。”
我把它递给徐义康，说：“你要支付其中的一半，以后还要给抚养费。”徐义康看了眼，满不在乎地说：“哼，这点钱给你就是了，但你也得把你挣的钱分给我。”我转头对调解员说：“这个人说风就是雨，自己不负责任，还净想着占便宜。网上拍的段子都能拿来当证据了，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调解员说：“网上的段子肯定是不能当证据的，你不用管这个。”徐义康着急地说：“可这些都是真的，我找人去查过，他那个服装店老火了，老挣钱了，每天的营业额少说都得2-3万。听说衣服行业的净利润特别高，他这一个月不得挣50万呢，否则他怎么能给他弟弟买60万的车？”他说的情绪激动，眉飞色舞，好像一大笔钱就要到手那样激动和兴奋。你别否认，所有人都知道你们那个店是网红店，你别想着说谎，我也不过分要求，一口价你给我500万，其他钱我也不追究了，孩子的抚养权也给你，咱们干干净净的离婚。500万？我看了看调解员，又鄙视地看了眼渣男，你也不怕闪了舌头？徐义康冷哼一声：“我知道你没这么容易同意，可事实俱在，这500万并不多，否则我起诉你，跟你没完没了。”面对徐义康贪婪的嘴脸，我淡定地微微一笑。我们家的店这几年确实发展得不错，我并不否认。我还没说完，徐义康抢着说：“我说的没错吧？”我冷笑，我想说的是，我只是给服装店打工而已，服装店并不是我的，而是我妈妈的。法人代表清楚地写着我母亲张婉华的名字。无论店铺挣了多少钱，我只拿每个月的固定2000块钱工资，剩下的盈利都是我母亲的，和我没有关系。此话一出，徐义康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喊道：“你胡说！”我摊开手，我没有胡说，我有每个月工资的转账记录，只有2000块钱，剩下的盈利也好，亏损也好，都是我母亲的，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幸好当初咨询律师时，律师提醒过我，让我一定注意保护个人财产，店里的盈利从来都是走我妈妈的账户。徐义康就算是想破脑袋，可能也没料到我这么谨慎。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我实在是庆幸自己防了他一手。徐义康猛地站起来，大吼道：“这不可能！你这个狡猾的女人，你这个贱货！你！”调解员皱眉喝道：“注意用词，这里是法院，可不是你自己家。”我连忙道：“您听到了吧？他就是这么对我的。这人处心积虑，贪得无厌，我和他的感情早就破裂了。”徐义康出了一身的虚汗，神色惊疑不定地坐了回去，说：“你说的我都不信，你就是不想分钱，你太自私了。”我说道：“法庭是讲证据的，谁提出谁举证。我可以证明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我有银行流水证明，店铺在工商局也有备案，我给我妈打工，有问题吗？难不成我妈的钱也和你有关系？照你这么说，满大街人都欠你的。你要是不认可，你倒是拿出证据啊！法庭不是能让你空口白牙随便乱说的。”见我拿出所有单据复印件，徐义康的眼中终于渐渐失去神采，他的发财梦熄灭了，再也说不出话来。见他不再蹦跶，我酝酿了一下感情，轻声对调解员说：“当初孩子的爸爸刻薄我们，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回到了娘家，吃喝全靠父母帮衬。您说说，现在养孩子多难啊？谁不会演戏？我也只是没有展示平台而已。”我挤出一个楚楚可怜的表情说：“请您一定要理解我，身为一个单亲妈妈的难处。孩子爸爸每月都有固定工资，可就是逃避责任，
舍不得给我们花1分钱。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愿意离婚啊？再不给我们抚养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徐义康，你说谎，调解员别听他的，他真的特别有钱。说到后面，徐义康都委屈得要哭了。因为我和徐义康已经正式分居2年，法院判离，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所有。鉴于徐义康一直以来抠门的表现，他要补偿我2年来的抚养费，还要每个月给我1200块钱。2年了，我终于和这个混蛋离婚了。我从没感觉这世界如此美好，连呼吸的空气都清新了。尽管今天雾霾指数超高。离开法院后，我和徐义康一起站在路边的两旁。与2年前那次不同，徐义康已经没有精力挑衅我。不一会儿，我弟刘志伟开着奔驰来接我。我大大方方递上了车，说：“看到了吧，这婚我想离就能离，因为你不懂我到底有多恶心你。”徐义康又妒又恨地盯着我们，眼神充满了怨毒。我弟冷笑一声，启动车子，把人渣远远甩在后面。他那是什么表情？合着还恨上你了？我弟不屑地说。我靠着舒服的椅垫，淡淡地说：“这种人自己过得不好，看谁都不会好。你知道幸福的能力吗？有些人就是没有幸福的能力，就算是好日子，也会生生过得鸡飞狗跳，人鬼不分。徐义康就是这种人，和贫富无关。”我弟说：“我懂，这就叫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你有福气，到哪都能过得好。”我笑着说：“对，可惜这种无福之人脸上没写字，不然就不会有人上当了。”我弟说：“就算是上了当，能及时抽身，也算是止损。这年代了，谁还不能重新开始啊？”我掐了掐我弟的脸：“你的嘴今天是抹了蜜吗？怎么这么会说话？再这样下去，你就要交到女朋友了。”我弟恨恨道：“你先自己看孩子再说。这些年因为帮我带孩子，我弟甚至没时间谈恋爱。我也是亏欠他太多。”可我不会承认，反而假装委屈地说：“呜，不是我不想看孩子，是他不找我呀。女儿只认舅舅，我这当妈的真可怜。”我弟翻了个白眼：“我信你才有鬼。”井号刘木兰的烦恼。我叫刘木兰，是同心幼儿园中班的一个普通小朋友。说我是个普通女孩，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有2只眼睛、1个鼻子、1张嘴。可我又和大家不太一样，因为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照顾，而我一直是我舅舅刘志伟照顾。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第1天，老师拉着我的手说：“木兰，你爸爸好年轻好帅啊。”我更正老师说：“那不是我爸爸，是我舅舅。”老师歪了歪头：“舅舅。”我当时很奇怪，老师为什么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别人家不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我和我舅舅都要一起生活，我最喜欢他了。可是最近我有个烦恼，我不敢告诉妈妈和舅舅。是上个星期的一天，老师正带我们在幼儿园里散步，忽然有个奇怪的叔叔跑到栏杆那里喊我。他挥着手喊道：“木兰，木兰，我是你爸爸，你还记得我吗？”我脑子里冒出一个问号：爸爸？我就从没见过爸爸。这个人好奇怪呀，竟然胡说八道。老师阻拦了那个奇怪的叔叔，让他不要打扰小朋友。可他还是不走，在栅栏边上紧紧地盯着我，看得我直发毛。从此以后，那个叔叔总是隔3差5地来幼儿园看我。他很奇怪，从来不在放学时出现，只偶尔突然冒出来，似乎想让我记住他的样子。有次老师去上厕所，留下我们在原地做游戏，那个叔叔甚至想隔着栏杆拉住我的手。
我吓坏了，差点摔倒在地上。接下来，他被赶回来的老师严厉制止了。老师说：“你再这样打扰孩子，我们就通知家长报警了。”那个奇怪的叔叔吼道：“报就报，谁怕谁？我就是木兰的爸爸，谁也不能改变。他妈妈不让我见他，这才是犯法。”老师怕事情闹大，马上报了警。以前，老师总吓唬班里不听话的小朋友，说再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他带走。这次警车真的来了，学校好几个调皮的小朋友被吓得瑟瑟发抖。接下来，舅舅和妈妈也赶来了。我远远地听到妈妈说：“从来没给过1分抚养费，你有什么资格来看孩子？没钱，她也是我女儿，将来也要管我。没有抚养就没有赡养，你懂不懂？再说，你是乞丐吗？你就不能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是我妈妈的声音。我要让木兰知道，她妈妈把钱都贴给娘家了，都给你弟弟了，孩子还能落下什么？哼，我这是为了他好。再来骚扰孩子，我就不客气了。这是我舅舅生气的声音。回家后，家里的气氛有些低沉，妈妈和舅舅皱着眉，姥姥姥爷也愁眉不展。我吓坏了，偷偷跑到房间里哭。不一会儿，门打开了，我落入舅舅温暖的怀抱。怎么了，宝宝？为什么哭啊？今天被吓着了？舅舅温柔地抚摸我的头。我紧紧搂着舅舅的脖子说：“舅舅，我不想离开你，我不要那个奇怪的叔叔，你能不能当我爸爸？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舅舅红了眼圈，紧紧抱着我说：“你放心，你不会离开我的，我去哪都会带着你。我都说过了，你是我的人形小挂件，走到哪带到哪的。”舅舅，木兰。我们俩抱在一起贴贴。然后我妈走进来，看我们俩这个样子，我妈无语地说：“你俩别自己煽情了好不好？刘木兰，你想什么呢？你能去哪啊？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哪也不能去哦。刘志伟还人形小挂件，他不用上学吗？你不用上学吗？不许给他乱请假出去玩，老老实实出勤去哦。”这件事虽然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妈妈似乎在做一些打算。她总爱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咱们要提前做好打算，才能应对事情的发展。我姥姥在背后对我说：“你妈这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酝酿了一段时间，我妈对我说：“你舅舅马上就毕业了，本来我也是打算让他出国读几年书，你要不要也过去跟他一起上学？”我知道什么叫出国，去年全家去一个叫什么泰国的地方旅游过。我点点头，不就是坐飞机吗？可以，我愿意去，我要跟着舅舅。妈妈扶了扶额，说：“不光是坐飞机这么简单，还要说外国话。ABC please， 你们幼儿园也教过一些对吧？”看我懵懵懂懂，我姥姥在一旁说：“这是不是早了点？孩子也太小了，这生活上。”我妈说：“其实我之前也在考虑移民，只不过这些年生意太好了，总是抽不出时间。现在正好是个机会。现在你姥爷也退休了，你们跟你弟带着木兰先过去，都安顿好了，就让他们按部就班的读书。你们老两口喜欢那边就留下，不喜欢就回来。这样徐义康就没办法了，看他有什么本事再来沾边。”我姥姥思索了一下，也觉得暂时离开是个好办法。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我妈这几年在家已经一言九鼎。舅舅说，不只是因为她挣钱，更多的是因为她成长了起来，所以大家都信服她的决定。你以后要好好学习，像妈妈一样，当一个独立成功的女性。说完，她又小声说：“除了她的恋爱脑，你都可以随。”